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川普的世界铁律，其中一个很重要是什么？我要把西半球给控制住。西半球是我家，所以你看到委内瑞拉被端掉之后，坦白讲，这个骨牌效应已经出来，而且大家都在看什么？你现在亲美的国家，这些南美国家到底谁最好？阿根廷，从来没想到，阿根廷的过去贫穷跟什么一样，现在跟美国站同一阵线之后，完全脱胎换骨，甚至他们的总统，你看到画面哦。我以为是什么摇滚明星，现在可红的嘞。对，你看一下，现在川普来主导他的中南美洲的势力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所以这个委内瑞拉马杜罗直接被端掉。对，当他的好朋友阿根廷的总统会有什么好的待遇？你看。现在来说的话，他的出场像不像什么摇滚巨星？然后呢，甩动着他这个长发，像不像是万众举带的？太会了吧！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你知道吗？他现在的满意度来讲，在世界各国领袖来讲的话，第一名莫迪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他印度就是这样嘛。然后再来高市早苗然后再来是什么 ？Javier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摇滚巨星 Javier Milei，60%，竟然。阿根廷有60%的民众是爱这个总统的，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哦，因为阿根廷过去来讲的话，恨他们的总统，恨他们真的是恨之入骨啊。这么多年来，阿根廷不是之前有一首歌吗？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阿根廷其实他衰很久了，而现在他上任以来的话，几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贫穷率从30%降到17%，极端贫穷率。什么叫极端贫穷？就是你的生活，你的钱少到你可能没有钱买食物，然后没有钱买食物，你可能会饿死的那一种，叫极端贫穷率，也从11%降到5%。阿根廷在美洲来讲增长 GDP 预测到4.3%，你不要以为4.3%没有，以前都是负的。阿根廷以前是我们看到那个房子破破烂烂，大家很饿很瘦小，经济非常差。结果你说他亲美之后，现在换了米雷伊之后，脱胎换骨，对，真的不一样。而且他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上任以后呢，他极端的跟美国交好。美国川普那个时候不是 MAGA 吗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对，你知道吗？他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也是 MAGA，而且呢，你看他手上拿什么？他手上是拿着电锯。什么叫电锯狂人？他就是把电锯拿出来，他告诉大家，阿根廷为什么会落衰那么久，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贪官污吏，他要把贪官污吏用电锯全部锯开。对，然后呢，他还许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才是真正的 MAGA。你知道吗，赵和哥？什么叫做恶心？这个就最恶心。MAGA 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他说我是 MAGA 2.0，我是 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阿根廷也是 MAGA。所以呢，他把电力举起来之后啊，你知道吗？他的贫穷率从30%降到17%。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竟然做到了一件事，他让他们的通货膨胀极端的下降，真的下降。我们就告诉你，现在它的通货膨胀率大概是多少？大概是17%，17%很高吧？台湾是多少？台湾是3点多%。对，如果台湾超过5%，我告诉大家，大家会翻脸。对，通货膨胀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的食衣住行全部都会爆炸。对，可是呢，17%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很厉害？因为过去来说，你看它是几%？200多%，200多%代表什么意思？2023年。那年211.4%，对，所以呢，它通货膨胀竟然可以把它从200多%压到接下来2026年可能是17%，所以这真的是人民有感。所以呢，你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的贫困的地区会觉得人生有希望。你知道吗？他在选举过程当中做了很多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吗？变装演唱，然后呢？他去挺美国，那你要怎么证明你挺美国呢？对，我去举以色列的国旗，我不管你其他左派的在想什么，反正呢，美国挺以色列，我就跟他站队。甚至呢，你举了一个美元，这个美元就是让川普非常非常的高兴。当然，他不可能把披索给废除，直接用美元嘛。可是呢，他给国际社会一个信心。不用再担心披索会贬值了。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直接换美元，他们是准备好的哦。甚至呢，他的电锯拿出来说呢，他直接把这个政府给砍掉。对，他直接 fire 了5000个政府的雇员，然后呢，还有他的内阁也不用到21个了，21个里面的12个，他也直接把你杀掉了。为什么呢？他觉得必须拿出电锯，把这些繁文缛节，然后把这些政府的这些很多不成文的规定都把它砍掉。对，他甚至弄出来一个东西叫休克经济。他们为什么阿根廷的经济会那么烂？就是因为管太多了，我们干脆什么都不要。然后很多人经济学家就出来骂他，说怎么可能？如果你没有指导的话，那这个国家经济会坏掉吧？他就说呢，我不是在引导这些羔羊的，我们是雄狮，我必须来唤醒你们的。甚至呢，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其实经济你要听我的，我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学霸，他是经济学他是学霸。你刚刚讲了，他拿美元那边摇，那边跳舞，还拿锯子。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学霸，没错，而且他出了9本书。我们在座可能大家都没有人出到9本书吧，对不对？他出了9本书，然后呢，他的经济的专长就是总体经济。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他用最简单的数学，就说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管的话，经济就会成长。很多人不相信啊，他说这个叫休克经济学。反正呢，阿根廷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他明天可能国家就会破产了。所以呢，他就告诉大家，我们就不要管他。很多人在笑说，你怎么可能？你都没有去管它的话，那你要怎么去调整经济？他告诉大家，经济有生命力，经济会自己长出来，所以呢不用担心。他有没有做到？他真的做到了。这太可怕！米雷伊不是在开玩笑，我们讲是教授，人家教学工作，当老师、当教授超过20年，经济增长学、微观经济学，所以等于这一切的一切，包括亲美，包括所有的政策。他有算过的，对，他是用数学来引导大家，可是他到最后决定说，你让我上任，我就亲美。亲美之后呢，美国人会给我什么？很多的钱。所以呢，他的 Make Argentina Great Again 就是要告诉你川普说，川普你来救救我。所以那时候选举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度其中选举是风雨飘渺的，是川普跳出来说，不用担心，如果你们选了他，你们让他的其中选举赢的话，我们美国会开一张空白支票。他说空白支票也不是真的空白，就是200亿美元，200亿美元够多了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选举有没有选上？选上了，因为大家知道我选了米雷伊，你们就会给我们钱，而且是给我们最爱的香饽饽，我们最爱的 USD 美元。所以他是不是真的给了？他真的开200亿的一个支票给他，而他们有没有借？他们借了，借了之后呢，最厉害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竟然还了哦，他竟然还得出来，对，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们的经济已经稳定了。然后经济稳定之后呢，现在川普就可以拿出来呛香啦。对，你只要跟我当好朋友，第一我会借钱给你，第二我会扶植你，甚至呢，你知道吗？米勒以下还讲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他竟然想要发行美元计价的阿根廷国债，对，全世界吓死了。一个国家像希腊破产1次2次，大家就慌了。你知道阿根廷破产几次吗？他破产了7次，7次，他破产了7次。然后呢，你想一想，如果有一天，2026年，在川普的支持之下，他又重新发行国债，代表什么意思？他不只是要回到开发国家之列，他甚至要变成南美洲的强权。而且这很明显一件事情，美国为什么要去借钱给他？他破产7次，这代表美国拿自己做担保。跟他借给他钱，没问题的啦。所以贝森特就出来讲，他说稳定一个强大的美国盟友，并为美国人带来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对美国优先政策的完美体现。所以呢，现在来讲还是回到那一句，你跟川普当好朋友的话，顺川普者生，逆川普者亡。廷慧，这样看起来，阿根廷米雷伊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狂人，人家真的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我先看到这一张照片，为什么？他拿一根棒子，这根棒子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亲美，亲美是什么？等于是反共，这一根就是反共的棒子，他真的完全给他切割，把他打烂了。对，这根球棒哦，其实并不是只是亲美而已哦，其实他对共产主义来讲的话，本来就非常讨厌，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者。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教经济学的嘛，但他经济学他觉得是凯恩斯那一套，或者是所谓的共产主义那一套，根本就行不通，所以他是认为说政府最小化，然后呢，希望不要干涉太多，然后就活络资本，让资本家能够去促进这个经济发展。所以他用了这一招来讲的话，可以当选之后，后来也造成了现在你看到的阿根廷的失业率下降，对，然后就业率当然上升之外，经济成长也非常多。那这一根棒子呢，其实你说要打到共产主义，真的就打到了习近平。为什么呢？打到痛点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他们都一直邀请阿根廷要加入金砖国家、金砖5国。那因为金砖5国现在成员一直不断的在扩大当中，也来邀请阿根廷，甚至于说“一带一路”的高峰会也曾经都邀请阿根廷。阿根廷的前面几个总统也曾经参加过，但是他就是不要，他还致函给习近平说，我没有要加入你们的那个所谓的金砖5国，也没有要加入你们的一带一路。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知道他根本就是亲美以及亲西方的，特别是什么东西呢？最近阿根廷呢，他非常开心。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从丹麦那边买了2手的 F-16。阿根廷有一段时间来讲的话，中国跟俄罗斯呢都希望卖武器给这个阿根廷，但是呢，这个米雷伊上来之后，就发现到说不对，我不要中国的东西，我不要中国的战机，我也不要俄罗斯的。对，中国一直在销售他跟巴基斯坦他们研发的这个所谓的枭龙战机啊，然后另外还有米格战机等等之类的，这些他都不要。
然后呢，他就去跟丹麦说，能不能有所谓的你那边，因为丹麦本身来讲丹麦现在不是跟川普在闹格陵兰的事情吗？但是你知道丹麦现在是要买27架的 F-35，你知道吗？对。那他把这个旧的 F-16淘汰掉一部分呢，给了这个乌克兰之后呢，他另外有24架来讲的话，这个卖给了这个阿根廷，那阿根廷他就用3亿美元来购买它。但是重点在哪里呢？你知道阿根廷的国防部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丹麦他们其实很蛮照顾这个这个 F-16，它有这个双舱的，也有这个单舱的 F-16。然后他说这个即便是已经是老古董了，也就是说，它即便是变成说它妥善率可能还可以延长这个一段时间，那因为它已经基本上要将近有50%的这样的一个妥善率来讲，还可以适用而已。但是至少都比米格战机、比中国的枭龙战机还要更好，比全新的还强，比全新的还好。他说旧的二手的 F-16还强，对，旧的 F-16、二手的 F-16还比中国战机、比俄罗斯战机还强。你说这个对中国的情何以堪啊？对，你竟然讲我这个战机很烂，对不对？所以这个米雷伊来讲，他们也不演了，豁出去了。那现在有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川普要格陵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北冰洋不是吗？对。那你知道阿根廷有多重要吗？阿根廷跟旁边的智利他们底下有个角，有没有？你看进入到哪里去？进入到南极圈里面去。进入到南极圈里面，我们知道南极大陆它是一块陆地。这一块陆地已经被冻结，各国不能建立主权。对，1957年的南极条约不能建立主权，所以它就变成这个所谓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那也就是说，现在唯一有进到南极圈里面的，就是这个荷恩角。那荷恩角现在是智利，还有一部分是那个阿根廷这边拥有的。所以你知道，我可以比照啦，就是说，如果川普是要格陵兰来控制北冰洋的这个主导地位来讲的话，那南极大陆呢？南极大陆不要忘了，南极大陆目前来讲就是阿根廷跟智利有这个责任。那你现在智利也变成亲右派的这个总统了，所以美国他也会把脑筋也动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目前南极大陆虽然没有所谓的军事基地，那也是非法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科学研究站。那未来那一块土地多大，你知道吗？那块土地来讲，可以媲美全世界好几个大洲了，你知道吗？那这时候呢，如果川普他又把目光弄到南极圈去的话，那不得了了。那这个阿根廷绝对是他的助力未来的智利也可能是他的助力。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那阿根廷他现在的亲美的做法，以及接下来汰换他的所有的相关的武器，变成美制武器来讲的话，这有助于接下来美军进入到南极圈、南极大陆去。郑梦，我们刚刚已经讲一路看下来，现在各个国家都在看到了中国的囧样。今天你没办法帮忙我啊！你不是说自己是哆吗？好，现在各个国家也开始是在做切割，但他的盟友有没有切割？俄罗斯没有切割但是俄罗斯人民气炸了，他已经切割了。你看到这个画面也太吓人了。你今天中国车卖到我俄罗斯，我都买了，结果你稍微一冷，我的门是没办法开的，我就被困住了。是没有错，现在俄罗斯人民在开中国制的汽车的时候，普遍遇到你刚刚讲的问题，就是门怕没开啊。为什么呢？你看这一个人他奇怪，被楼下的时候发现我的门怎么打不开，吓死了。然后接下来他想要按下电动窗，一开始这个电动窗还打不开后来按了很久，终于电动窗下降了。下降，他当然就想，我为门外靠开看卖嘛。结果就伸出去想要打开，妈没开的啦，他的门是完全被冻住了。没错，吓死了。我跟你讲，这不是个案他们已经证实说，现在许多中国制的车辆呢，在俄罗斯都面临了车门锁大量失灵的状况。我们都以前都印象观念都是俄罗斯大部分都是欧洲汽车，没有日本车，没有韩国车，对不对？对。结果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这一些企业呢撤出俄罗斯之后呢，奇瑞啊、长安这些汽车趁虚而入，就进去了俄国市场。照理说，它应该要表现得很好啊。因为这是他们的转机嘛，对。结果呢，你看一下，他们为了要进入俄罗斯市场呢，还特别去开发了西伯利亚版的汽车，易水工也掐他们奇瑞的车呢，可以适应酷寒的气候，连西伯利亚的气候他们都可以无碍的行驶。你看他们的广告，五告赞的啦。
超棒，真的在任何极端气候的测试之下都没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我刚刚在看他的广告，他说零下30度，没错，还有什么从容的表现，从从容容啊，真的。对。但是你看一下，它有一个开门把的那一个画面，你知道吗？当这一个车主呢，不对，这一个广告商要去开门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台车上其实没有雪。没雪的，没有雪，所以这一台车其实根本不是放在现场12小时测试的那一台车。你看，就是这个画面，它这台车上根本没有雪啊，这广告根本骗人的。是 gay 啦，你就知道中国的商品就有这样子一个镜头，就都是广告很美好。而且他刚刚讲什么？他说后照镜可以自动开，窗户下来，那种门把可以这样拉，超棒。结果全部都冻住了，都冻住了，而且连广告发现都是很残酷，都是假的。所以那时候奇瑞汽车的广告就说尽情让你享受冬日的奇遇之旅啊，还真的很奇遇让他们都吓坏了。那我们刚刚讲这么多，有没有人真的去测试中国汽车的耐用性呢？有，俄国人，对，因为它冻没掉，以后很讲奇怪，我使用的时候呢，怎么跟你的广告都不一样？这个汽车杂志Auto News， 他就去测试中国大概有10个厂牌的汽车啊，就发现说，我跟你讲，我总结出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的耐腐蚀性就烂啦，第二也悬吊就烂了，第三电子系统就烂了，3个烂。那你就说，有多烂？有没有一个数据啊？还真的有呢，我跟你讲，他的这个标题直接说俄罗斯发文指责耐腐蚀性不如欧洲车的1/3。对，意思就讲啥，也可以加刚刚的生啦，后期啦，欧洲车的板件的寿命真的比那个中国汽车好很多。你看它的测试报告直接就点名什么，这个我们刚刚讲奇瑞、吉利、长安、一汽、巴拉巴拉的这些中国汽车，他说我跟你讲，我都有拿去测试，而且经过 long term 的测试。然后测试之后呢，我发现，中国制的汽车它的金属板件使用的寿命只有4到5年啊。意思讲，野车那塞5年就生啊，就9年，对，就危险。但是它很贴心的告诉你说，车主你不用担心，你虽然开的中国汽车4到5年就会生锈了，不过呢，它会跟你保修啦，保修3到6年，你不用担心。保修有下面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他会帮你修啦，但这不是保固所以你还是要花付钱的，还是要付费。这本来就要修啦，是保修不是保固特别注意然后呢，他也比较，我们刚刚讲以前俄罗斯都是欧洲车，所以欧洲车的寿命我跟你讲我们刚刚讲。中国车的寿命大概是5年嘛，然后欧洲车的金属寿命是22年，所以2个差很多。那中国汽车趁这个乌俄战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转机，然后进入那个俄罗斯市场对。不过呢，我跟你讲，危机现在转机现在让它变成了危机所以如果中国制的汽车再不好好精进的话，我跟你讲，恐怕连俄国人民都会淘汰 Made in China。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